赵先生，有位女士想见你。说我不在。好的。哎呀，老同学，多年不见了，脾气还是这么大呀？刘丽华，怎么是你呀？来，快请。哎呀，来坐。好。哎呀，老同学啊，真是多年没见了。哎，我听同学说，你现在可是商界的名人，了不起啊！来，谢谢。哪能跟你比啊？当年我们同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绝对不是一个碌碌无为之辈。嗨，你就别再谦虚了。不过，最近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因为我看这2天的民调数据，你好像明显的落后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事儿啊，不说也罢。来，喝咖啡。都是老同学。虽然说我不是什么大企业的老板，也没有太大太雄厚的资本，但是我们瑞鑫药厂愿意全程的配合资助你的竞选，一尽微薄之力。同学一场，我非常了解你的为人。我们德成政坛最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德才兼备、风华正茂的领袖。老同学啊，你真是雪中送炭呐！没什么，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记得，当你当选了议长之后，除了要造福人民之外，一定要记得多多眷顾我们这些小厂。一定一定。一片大好，可就在竞选的关键时刻，刘丽华又来找我。他是来找你做交易。你怎么知道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商人更是无利不起早。你作为一个政治家，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呢？当时我也有预感，可是我还有侥幸心理，总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同窗之谊。他给你提的什么条件？我在当上议长之前，是德成的医疗卫生委员会的主席。刘丽华提出要求，要我指派瑞鑫药业作为德成独家的公立医院的疫苗供给厂商。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因为瑞鑫药业在全市也是数1数2的大企业，而且在官方、民间的口碑一向很好。就这样，刘丽华的助选资金帮助我登上了议长的位置，而瑞鑫呢，也因为政府这个采购大单，一跃成为了德成制药业的龙头老大，尤其是垄断了德成的疫苗生产。本来这是一场默契的利益共享，3年来风平浪静，一直都很顺利。既然你们合作的一直都很顺利，那么刘丽华为什么还要绑架杨洋？那是3个月前，有人来找我。停车！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你？我找赵议长有事情说，别拦我！我找赵议长有重要的事情说。赵议长，我是德成广慈医院的儿科医生，
我叫唐劲松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单独谈谈。什么事儿？这件事情关系到全市儿童的安危。瑞鑫药业生产的乙脑疫苗是无效的伪劣产品，已经导致德城大批儿童受害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的？我曾经在广慈医院和德城几家平民社区儿童诊所当过儿科医生，很多次给儿童们接种过这种疫苗，一直都没什么问题。但是近1年来，我发现德城的乙脑爆发率突然高出老年10几倍，患病的幼儿中80%都是接种过这种疫苗的，这疫苗根本就没有起作用。那这个事儿，你向上级医疗机构反映过吗？当然，这是我临床经验中10几年都没有发生过的，而且关系到那么多小孩子，我很快就跟医院说了。那医院怎么说？他们不理睬，说我没事找事儿。后来，我还向卫生局写信举报过这件事情，但是毫无音讯。我还怕是他们没有收到，或者是我投错了。我还特意跑过去当面递交那个材料，可是我被那个接待人员申斥了一顿，说我没有事实根据。先生，广慈医院在用伪劣的乙脑疫苗，这个是证据，你看看。你听我说呀，这可都是证据啊！要知道这些药会害死多少孩子吗？开门，听我解释，你们一定要查清此事啊！赵医长，我真是百般无奈才来找您的。行了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事儿我会调查的。好好想想吧，你也是快有孩子的人啊！你呀，一会儿就按照上面的数据，再好好的核对。哎呀，赵医长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可以好好的接待你啊。先不麻烦了。有人说你们的疫苗有问题，你知不知道这事儿？想必又是对手行业想出来打击我们的招数。老同学，你不相信我吗？这事关人命。咱们先撇开同学情谊，单说公事，你们的药品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敢保证，瑞鑫出品，绝无差池。这个是检验报告，你可以慢慢的审核。这些都是政府指定的权威机构，他们会说谎吗？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有这个，这个。刘丽华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上次跟我说疫苗没有问题，信誓旦旦，可我都去看了，打了瑞鑫生产的乙脑疫苗，可得乙脑儿童的数量依然惊人，你怎么跟我解释？老同学，你先别着急嘛。乙脑疫苗前一阵子的确是出了点状况，而且当瑞鑫药业发现问题之后呢，已经把外面所有的疫苗都拿回来销毁了。小问题。小问题？你知道吗？死亡的儿童有多少？还有大批残疾失明的。在医学上，疫苗没有100%的免疫效果。刘丽华，你的玩笑开大了，你这是在拿人命推诿，你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哦，是吗？可能你忘了，瑞鑫药业是你的政治捐助人，瑞鑫和政府采购合同是你亲手签订的。你现在要处理瑞鑫药业，那你的后果是不言自明了，也很有可能将成为德成政坛的一桩丑闻。你应该不会自掘坟墓吧，老同学？你从政多年了。你应该懂得怎么审时度势，趋利避害，不要因为意气用事而自毁前程。后来，你就一直装聋作哑，沉默到现在。他的反应就是出于自保。后来嘛，你就主动出钱厚葬了扣住的孩子，而且还帮他们买了房子，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，对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病死或终身残疾的孩子，他们的父母亲人怎么过？这是我一生当中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。2周前，瑞鑫药业的疫苗采购合同3年期满，正好是我主管此事。刘丽华便几次上门游说。哼，哎呀，丽华呀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政府呢，将不会再收购你们瑞鑫1元钱的药品。你还要我说几遍呢？赵议长，你开始过河拆桥了。不过，没关系，你会签的。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我甚至没有把绑架案跟他联系在一块儿。直到我看到了那只死狸猫时，我才意识到了，这就是瑞鑫药业使出的卑鄙手段。你看出那只狸猫是瑞鑫药业的实验动物？这狸猫不仅仅是瑞鑫的实验动物，而是他们专门用来做乙脑疫苗实验的动物。所以，用狸猫换走洋洋，是刘丽华一手策划的。他的意思很明显，他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续签那份大额政府采购合同。这些天，我的内心一直备受煎熬。要是不答应刘丽华的条件，洋洋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可要还是给瑞鑫药业开绿灯的话，又不知道会坑害多少无辜的人。赵议长，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？要不是今天晚上你们
冒充瑞鑫的人打电话，我说不准已经在合同上签字了。说出来，我也轻松多了。您知道吗？那个儿科医生唐劲松已经被人谋杀了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瑞鑫药业下的毒手。现在，疫苗案已经升级为谋杀案。那岂不是说，杨洋凶多吉少？这个刘丽华，真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喂，警察在全城搜捕你，你知道吗？警察全城搜捕我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什么时候安排我们撤走啊？现在出了点状况，你们先隐藏起来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可那个小兔崽子，我还要待多久啊？要不了多久了，反正很快就扛不住了。你给我盯紧点，关键时候，如果你这边出了纰漏，不但别想拿到钱，命别也不够。那个老太太，跟她少扯点关系。我看你们家灯亮着，我就把它给你们送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乡下的土鸡，下来是最好的。好嘞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小媳妇儿啊？哎呦，哎，长得可真俊呐！乡下来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阿婆，她是我表妹，是乡下来的，她胆子小，不敢说话。哦，多住2天就好了。那个鸡呀，明天把它给炖了，哎，对下奶很有好处的，你知道吧？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慢走，阿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别忘了把这鸡给炖了啊。慢走，阿婆。哎，好。最好赶紧把这个疯老太婆给杀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干嘛？去杀鸡。就算知道这一切都是刘丽华策划的，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，无论是赵议长还是警方，一点事实依据都没有。他甚至连“洋洋在我手上，你必须把合同签了”这种威胁性的话都没说过，一切意图都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赵议长，让人抓不住把柄。同样，关于对瑞鑫药业产生问题疫苗的指控，也是一丁点儿确凿的证据都没有。当初唐劲松来找赵议长，他说会去调查取证，但是结果如何却不得而知。还有，如果现在对瑞鑫药业强行的进行调查，也不是一个明智之举，弄不好还会适得其反。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可以兵分2路，第一路继续追查杨洋的下落，另一路人马则针对瑞鑫药业展开调查，设法取得其生产伪劣疫苗的证据。当然，一切调查必须秘密进行，否则会危害到杨洋的生命安全。赵议长，你就负责和刘丽华周旋，态度模棱两可，尽量多的争取时间。现在时间非常紧张，按照规定，政府的采购合同到期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续签。要是你们警方不能在这个期限之内找到杨洋，或是取得瑞鑫药业的犯罪证据，那我只能续签合同了。我想知道，离最后的期限还有几天的时间？3天。原来是这样，包大哥，原来你的刘阿姨是个阴谋家。他们简直就是丧尽天良，他们本应该救死扶伤，医治生命，现在居然这么的泯灭人性。团长，还等什么啊？立刻逮捕刘丽华，捣毁瑞鑫这个假药厂。包大哥，你该不会阻止我们吧？
时间不到，证据不足。夏瑞，问题疫苗从医学上如何取证？即使知道疫苗有问题，但是从医学上去取证是很困难的。为什么呀？造成疫苗失效或质量问题的因素有很多，比如疫苗毒株的本身是否存在缺陷，它的纯度是否达标，均匀度是否合格，灭活度是否充分等等。难道没有办法知道问题所在吗？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只不过要拿到疫苗的样本才有用。到时候请权威机构去检测，我们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。这恐怕也很难。刘丽华做事情是滴水不漏的，她不可能等到事发之后还让问题疫苗在市面上留存。不管怎样，先试试再说。我就不信，市面上连一支问题疫苗都没有了。好，那你们去查吧。那你干嘛去？我去一下瑞鑫药业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人之常情。但是，你是最早怀疑到刘丽华的，我应该相信你的选择。有人比我更早给了我暗示。猫咪这种动物啊，是半个色盲，有很多的颜色它都看不到，但是它却能夜视，在黑夜里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小瞧猫咪。瑞鑫药业生产的乙脑疫苗，生产日期在去年的1月到3月的，你这儿还有吗？瑞鑫药业给收回了。这些就是新的吗？对。果不其然，先把新疫苗拿回去查查。见你们董事长，有预约吗？预约？没有。没预约，谁也不能进。你们瑞鑫药业比德城监狱管得还严呢。你现在呢，最好是去打个电话，要不然一会儿你有麻烦，我可不帮你说话。打个电话通报一下。好。让他进来。刘董，他怎么会来呢？他来跟我宣战。进去吧。把车停好。刘阿姨。哎呀，小包正，你怎么会来这儿啊？我去河西办案，路过这边，想过来参观参观阿姨的大企业。哎呀，什么大企业？阿姨这个呢，是个小厂子，小打小闹。刘董，我们的厂区是不太好让外人参观的。要参观，我可以带包先生去我们的企业博物馆看看。小郑不是外人，走，阿姨带你到处去看看。好。我们所有的生产线，全部都是国外进口的，技术还有设备也是国外专业人士来监管的。真没想到，现在西药的制造工艺跟中药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是啊，自从西药进入中国之后呢，人们的平均寿命都在延长，所以说西药能够占市场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刘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间。哦，那边。谢谢。刘董，我要不要跟着他？
相逢啊！这里有严格的警卫措施，必须要先输入验证码才可进入，否则就会触动保安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而且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在这里工作。你在这儿工作？小郑啊，是不是迷路了？阿姨这场子就是这点烦。刘总，哎，小郑，这是我们公司新请来的秘书，叫黄丽，黄小姐。阿姨现在要去开个会，我就让黄小姐带你到周围再看看，好吗？好，你先忙。黄丽，黄小姐，真没想到啊，会在这儿碰见你。请直说。你来瑞鑫药业干什么？当然是拜包检察官所赐了，害我丢了饭碗，我只好自谋其职。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填饱肚子。刘阿姨肯定不知道黄丽是一个化名，你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，我就揭发你。那你就去告诉你刘阿姨吧，反正我从来不怕威胁的。门在前面，慢走，不送。孟小姐，啊不，黄小姐，留步哦。好，我马上帮你处理。谢谢。请稍等啊。检测结果的每一项指标都完全合格，每一个批号的瑞鑫疫苗，我们都经过严格的抽样检测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你们是不是多虑了？哇，好大的气场啊！我的房间马上就增加了好几百个大气压。你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啊？你们猜，我今天在瑞鑫药业见到谁了？谁啊？快说吧，别卖关子了。孟非。怎么又有他？他现在竟然成了董事长的秘书，而且还有一个化名叫黄丽。还嫌不够乱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参与了狸猫换子案，跟孔雀眼会有一些关系。孔雀眼？瑞鑫药业能跟孔雀眼有什么关系？从外围查了一下，基本上没有关系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孔雀眼以前跟德成1半以上的企业都有关联，撇得这么清，就难免有点此地无银了。那也是你的人。怎么样？
切都在进行中。代号00352。警察！别走，站住！别动！别走，走！误会。各位警官 ，DBI 是要搞演习吗？真的是误会啊！什么误会啊？上次我在唐劲松家门口见过你，你跑了。我是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你们不相信，我可以给你们看证件。别动！你小子想跟我耍什么牌？想拉手雷是吗？你们可以自己来拿。别晃了！一个律师，一个假装成药厂的秘书，搞什么鬼啊你们俩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在2个月前呢，有6对夫妇到我们律师事务所里面，想找律师告状。告什么？是想告瑞鑫药业的乙脑疫苗导致他们的孩子致死致残。但是我们楼里面大多数律师一听到是和瑞鑫药业打官司，纷纷推脱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唯独你这个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小律师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接了这委托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的律师执照是今年3月份刚刚注册，而且你行事经验也不是特别老道，再加上你又是个感情丰富、心地善良的人。所以啊，当我听到这些患儿不幸的遭遇以后，我也感到无比的震惊。后来我去了医院，还有社区的诊所和患儿的家庭去访查。疫苗在医院里的储存都是合乎规定的，医院应该没有责任。医生您好。啊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平时你们给小孩子打针的疫苗都储放在哪里啊？在这边呢。哦。请问你们家孩子是按时接种疫苗吗？是的。那接种疫苗的本子我能看一下吗？哦，行，在里边，我给你拿去。社区诊所的接种环节也没有出错，就连接种时间和接种后的护理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在各种可能性都纷纷被排除以后，我觉得疫苗的问题只能出在瑞鑫药业的生产环节上。所以我在掌握了多方面的证据以后，便写了诉状，到法院要求立案。不能立案，为什么呀？起诉瑞鑫药业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。这些证据还不够吗？不能仅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提供证据，我需要看到的是从医学的角度，能够证明疫苗确实有问题的直接证据。直接证据？年轻人，这种官司不是那么容易打。我提醒你，按照规定，你必须在15天之内补充有效证据，否则，此案将不再予以审理。但由于我的经验不足，彻底陷入了被动。15天的时间，我到哪儿去找那些所谓的直接证据啊？我想来想去，觉得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，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，悄悄地打入瑞鑫药业的内部窃取证据。于是，我就找到了孟小姐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我怎么跟你说啊，检察官大人？我现在还在保释期呢，如果我再次触犯法律的话，那可是要坐牢的。你不是一直想抓着我的小辫子吗？回警察局再说。这个是6名受害者的名单，这是他们接种疫苗的时间、病历，还有诊断报告。你们手上的这些照片，就是孩子们伤残的真实写照。所有的患儿都是8个月到2岁之间，接种了由瑞鑫药业生产的乙脑疫苗。可是这些孩子们，在今年夏天乙脑发病的季节，全都得了乙脑。
经过调查，我还发现，患者远远不止这6个。哎，这些资料还不能让法院立案吗？这些资料，顶多只能证明，患儿在接种乙脑疫苗之后，体内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抗体，因此，又患上了乙脑病毒。这两者之间只是存在间接关系。那患儿在接种疫苗之后，体内不产生抗体的因素有很多，并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瑞星药业的问题，所以法院不予立案，无可厚非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让法院受理疫苗案。公孙探长，我建议调派警力配合倪律师调查。同意。哎，二位老大，那杨洋的绑架案不查了吗？我这边还缺人呢。不，恰恰相反，配合倪律师就是为了营救杨洋。什么意思啊？根据规定，凡是受到诉讼的企业，政府将暂停采购其产品和合作意向。所以，如果能够将疫苗案立案，那么赵旭也就不必急于签署那份疫苗采购合同，这就等于为寻找和营救杨洋争取了时间。还有一种更坏的可能，就是杨洋失去了价值。其实问题很简单，我们现在只要能找到瑞星药业3个月以前生产的问题疫苗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就是直接的证据。据我所几个紧张的，你们放心吧，各位大爷，这件事情不用劳烦你们动手，我去做。如果真的出了问题，找我坐牢好了。包拯，你怎么看？在非常时期对付狡猾的罪犯，必须采用非常的手段。这里就是瑞星药业的核心设备，跟高精尖技术所在，警卫非常森严。现在采用的是压力传感器和身份识别系统的保安。要进入这里，首先要通过身份识别系统，其次还要输对密码。我们有3次猜对密码的机会。实验室内保持恒温，地板上的瓷砖有压力传感器，有8处。还有，这里现在采用的夜间巡逻系统，所以每隔1个小时就会有保安人员来巡逻。时间倒是足够的。你有错了，室内还有强温镜监控。在保安室内不用出门，便可以知道室内发生的所有。天哪，这么严密的安保措施，怎么能进去啊？这种保安系统难得倒别人，但是难不倒我这种专业人士。你终于承认自己是专业的了吗？不要这么说，我只是个专业设计师，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大家帮我准备呢。你还没说怎么搞到密码呢？美食诱惑。